今年的廈門旅遊行情真的是非常的慘淡了。往年的7月份都是廈門的旺季，廈門北站呢都是非常多的人啊，非常多的同行都會在這邊排隊。今年呢，一個都沒有。沒人，這裡也沒什麼人。下午來鼓浪嶼溜達溜達，晚上要參加一場音樂會。曾經的鼓浪嶼是人山人海，可以說擠都擠不動。但是現在的鼓浪嶼有一點冷清，生意也比較蕭條。你看右邊的小鋪，應該也是幾十年的老鋪了，現在都是屬於關閉的狀態啊。這個讓我其實還是蠻有觸動的。廈門為何從前幾年的香饽饽變成了現在失寵的典型？曾幾何時，廈門是福建的天選之子，經濟特區政策光環拉滿，中國政府一度希望它能對標深圳，撐起東南沿海的半壁江山。可如今呢，隨着經濟下行，廈門 GDP 遲遲未破萬億，發展節奏明顯慢了下來，甚至被福州、泉州、合肥、蘇州等城市甩在身後。曾經的香饽饽怎麼就成了失寵的典型呢？首先得承認，廈門的底子不差，面積和深圳相當，空港、海港一流，優質高校資源多，對台前沿，優勢旅遊資源更是福建頂流。鼓浪嶼、環島路這些旅遊招牌可算得上是全國響當當。但問題恰恰出在這裡資源太好，反而讓人忘了奔跑。都不要來廈門啊！都不要來廈門！看這瓢潑大雨，我27號的車到的，今天28號早上這麼大的雨啊，去鼓浪嶼咋玩啊？看到沒？根本出不了天，這大雨天，被我打扮的這麼好看，見鬼了！真是這麼大的雨。這2天廈門比鼓浪嶼啊，這個雨的話，要麼雷陣雨，要麼大雨，要麼小雨。大家來廈門一定要注意，規劃好，帶好雨具。福建廈門最大的荒廢酒店現狀如何？今天我們來看看，在這個深山裡面，有一片廢棄的大酒店啊，據說是2007年開業，2019年被拍賣啊，距今也荒廢了年歲，2019年拍賣的，這邊應該就是當年泡溫泉的地方啊。再往前面看看，我的天啊，裡面好荒蕪啊，全部都被這個雜草給掩蓋掉了。這5萬多買的房子現在爛尾了，都變成一片荒地了。沒想到吧，廈門還有這樣子的爛尾樓，是不是覺得很可惜？哎，這邊有價格，過來看一下啊、哦，這房子當時的價格有多高？今天路過同安，來看一下這個太和天熙院子啊，這個曾經的這種豪宅項目。廈門的經濟放緩與旅遊人氣不如以往，看起來並非單一因素造成的。具體來說，廈門的房價長期維持在高位，但民眾的平均薪資水平並未完全跟上，對青年人才和創業者的吸納和留存造成了一定壓力。近年來，廈門推進城中村改造，部分原本支撐底層餐飲、零售和服務業的外來人口和務工人員慢慢遷出，導致部分商圈和社區出現了人流量下滑與店鋪倒閉潮。廈門過去偏向於外貿、供應鏈服務、房地產以及傳統製造業。隨着中美貿易戰，中國的經濟低迷，房地產市場崩塌，傳統增長引擎也連帶開始放緩。廈門常住人口有限約500多萬人。近年來，島內島外大型商場，像是 SM3期、萬象城2期、大悅城、各類奧特萊斯等，大量新建開業，導致客流被嚴重稀釋。一些老牌商場如明匯、明發、部分新華都及永輝超市等，因設施老化、人流量減少，面臨閉店或重組。所以現在站在廈門街頭，滿眼望過去，會給人一種實體店倒閉潮的直接觀感。有網絡博主披露，現在廈門的大超市都快陣亡了，不管是跨國大超市，還是本地新華都這一類的零售業巨頭，在廈門都屬於艱難存活了。新華都、蓮花店這幾天都是搶貨模式，貨架空了一半。開業22年，月底就要關停了。而在幾個月以前，集美店也才停業。新華都原本在廈門有超過10家店，如今只剩下島內的前都、島外祥安這2家店了。除了新華都，廈門從家樂福、
沃爾瑪、永輝已經接連關停了多家店。完了，2026年的暑假旅游徹底完了。本來大家都沒什麼錢，能出來旅遊的少之又少，你們還在死命的宰客，這下全部搞死完了。今天27號，這些大巴車全部都長草了，好得很。你們繼續這麼搞，全部餓死算了。現在就算出來旅遊，都是住車裡住帳篷，乾糧自備，水自備，收門票就在外面逛逛。別看有的地方遊客很多，大家只逛不消費。現在掙錢那麼難，到處都在宰客，有錢就出國，沒錢就像我們這樣，挺好的。今年海南的淡季啊，人都跑哪兒去了？我現在是在海南的儋州的海花島，這兩天過來辦點事兒。聽這個當地的朋友說啊，今年海花島人不是一般的少，你看看商業街一個人影都沒有，你說這人都跑哪兒去了？帶你看看江南的某個景區的現狀啊！現在是下午2、3點鐘，天氣不是很熱，景區依然看不到很多人啊。看看這些店鋪啊，每個店鋪除了營業員，其他一個消費者都沒有。我一再跟大家說，未來的文旅一定是大變天。現在的遊客都已經被很多的文旅傷得遍體鱗傷啊！中國大陸有許多山河美景無限，但常傳出旅客被黑心商家狠宰一頓的新聞，尤其是知名旅遊景點也如此，導致喜歡旅遊的朋友們都不敢出門了。比如說，廈門鼓浪嶼作為大陸國家5A 級旅遊景區、世界文化遺產地，是許多遊客到廈門必打卡的熱門景區。然而近來不斷有外地遊客反映，到這裡旅遊套路多、花費高、體驗差。曾有大陸媒體報道過，廈門輪渡碼頭路邊停着很長一排出租車，一旦有外地遊客出現，司機們便迅速迎上去搭話。原本遊客可透過在碼頭或官方網絡管道買到鼓浪嶼船票，最低僅需35元，也沒有限時3小時的情況。但遊客被出租車司機忽悠到散客中心後，哪怕懷疑被套路，往往因資訊不對等或是趕時間，儘管特別生氣，最終也不得不接受，購買了168元高價套票。當地旅行社人員透露，套票價格和實際價格相差很大，168元裡有近100元利潤，而這不過只是套路的開始。門票只是為了引流，上島後，導遊基本全程不講述鼓浪嶼歷史風貌，而是不斷地帶遊客進店消費。導遊除在套票裡私人景點推銷珍珠外，還帶着遊客走進景點的對面茶室，宣稱門票中包含茶歇，實際上是推銷茶葉。事實上，在鼓浪嶼，商家向導遊提供高額回扣的現象屢見不鮮。同時，這些商家經營過程中往往存在虛假宣傳、以次充好等惡劣行為，賣給遊客的產品品質根本無法保障。據了解，當地一個100年美元景點內珍珠店裡，花費上千元購買店員反覆推薦的海水珠，第一時間拿到專業機構廈門地質公黃金珠寶檢測中心鑑定，鑑定結果卻為淡水珠。淡水珠與海水珠價格相差數倍，為了賺錢，店家以次充好，虛假銷售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有些海鮮餐廳之所以能給導遊高達50%回扣，是因將死海鮮當活海鮮賣。鼓浪嶼某經營者也坦誠，類似宰客現象已形成明顯產業鏈，不僅影響遊客品質，也對鼓浪嶼口碑產生嚴重影響，根本是惡性循環。還有在海南三亞、陽朔等濱海或熱門旅遊城市，過去均多次聽聞過黑車司機帶客去天價排檔拿回扣的現象。那些停靠在機場、火車站或熱門景區門口的黑車和部分出租車司機，極力貶低遊客要去的目標餐廳或酒店。有的說那家已經關門了，那家不好吃，全是死魚，諸如此類的話術。然後熱心推薦所謂的當地人去的地方，
實際上是將遊客拉去合作的昂貴海鮮店、特產店拿30%至50%的高額抽成。還有一些典型套路是，在西北或西南山月形景區宣傳騎馬50元，結果騎上後才告訴遊客50元只是上馬費，下馬要加收鞍馬費、牽馬費、拍照費，或者坐轎子抬剛上山，中途強行加價，不給錢就不繼續抬。更有一些導遊帶遊客進入當地的特產珠寶店，富二代老闆或經理出面，宣稱今天家裡有喜事，或看大家投緣，原價幾萬塊的翡翠、金鑲玉，只收成本價999元，實際上都是幾塊錢成本的劣質石頭。如今，隨着經濟持續低迷，中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應付生存所需的柴米油鹽和居住、醫療及子女教育都捉襟見肘，旅遊行業亂象頻紛，遊客已經越來越稀少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